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到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干货揭秘，优衣库的基本款，核心穿搭点，第一次说透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当我们说起穿衣打扮时，总有人脱口而出，他穿得好看，是因为有钱啊？没有时间，没有条件，哪里顾得上打扮呢？曾经我也这么认为，觉得所谓的穿搭不过是物质充裕者的权利。那些每天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女人，一定是因为拥有充足的金钱与时间，才能这样无懈可击地美着精致着。但随着年岁渐长，我开始明白一个更本质的道理，会穿不只是靠钱，美也并非全靠时间。真正拉开差距的，是一种对生活的敏感度，是对美的自觉与用心。当我们的眼光改变了，当我们不再只是看价格与标签，而是学会欣赏衣服本身的线条、质地与和谐感，一切也就随之转变了。就算是平价单品，只要选得对，搭得巧，同样可以穿出自己的气质与风格。今天就以大家熟悉的优衣库为例，来聊聊那些看似普通、价格亲民的单品，究竟该如何穿出高级感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，却能瞬间提升穿搭质感的关键细节？一、选款。当我们谈到平价单品，其实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为一般的基本款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：一般与基本款。所谓一般，是指性价比较高、价格亲民，而基本款则是设计简约、色彩经典、不易过时的实穿单品。以优衣库为代表的日常服饰，就属于这类一般的基本款。不过需要留意的是，基本款也有高低之分，有些基本款价位亲民，功能性强，也有些则主打高端质量，强调面料与工艺的精致。那么两者之间有何差别呢？依据穿着体验与专业观察，大致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区分。一、面料质感。平价基本款多选用合成纤维或混纺面料，以便降低成本，而高端基本款则偏好棉、麻、丝、羊毛等天然面料，肌肤触感更细腻舒适。二、剪裁结构。服装的灵魂在于剪裁，量产的平价款多为标准化模板，而高端基本款则在细节比例与人体结构上更为讲究，穿起来更贴合身形，也更显气质。三、做工与细节。车缝线是否平整，扣子是否牢固，这些微小之处往往藏着做工的优劣。高端单品通常更注重工艺与细节，而平价服饰则较难面面俱到。四、穿着舒适度。真正能打动人的衣服，往往来自穿着时的那份自在与愉悦。高端基本款更重视体感与版型设计，日常穿着更轻松自然，而平价款虽可能略有差距，但也能满足日常所需。选择基本款没有绝对的标准，若追求极致质量与细节，可以选择高端款式；若希望日常实穿又不过于负担，平价基本款也能穿出风格与自信。关键是清楚自己的需求与预算，懂得在日常中取舍与搭配，用心就能穿出自己的精致与质感。真正将穿搭落实到生活中，其实离不开几个通用而实际的选款技巧。技巧一：质感为先，简不等于平。穿衣的质感从来不是价格决定的，平价服饰也可以呈现出不凡的质感，而高价单品若失于设计与做工，也可能显得平庸。选衣时要将质感放在首位，色调是否沉稳大气，面料是否柔中带挺，廓形是否清晰利落，
这些都是质感的具象体现。一件真正有气质的衣服，是设计师与工艺者共同赋予它灵魂的产物。当我们的穿搭开始追求极简，去繁流真，质感变成了留给外界最有力的印象。有质感的衣服，挺拔有筋骨，洒脱如枫叶，简简单单，却隽永高雅，怎么搭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底气，不加修饰，却胜过万千点缀。技巧2，合身是修饰，也是还原。合身并不单指刚好贴身而已，它其实有2层含义。一，符合个人体型比例，擅长修饰遮掩。2，展现衣服本身该有的设计语言与风格语境，比如宽松的休闲设计，讲究的就是松弛感。若穿起来变得紧绷或毫无宽松氛围，那就失去了设计初衷，自然也称不上合身。会穿衣的人，懂得让服饰与自己达成一种平衡与默契。技巧3，试穿。无论是高阶品牌还是网上快时尚，都应该在试穿后再做决定。衣服终究是要穿在身上的，不是挂在想象里的。真正适合你的单品，不会让你勉强接受，而是穿上瞬间便感到愉悦与契合。哪怕价格再优惠，若无法试穿，亦要三思。技巧4，仔细检查细节，成也细节，败也细节。材质、做工、剪裁、线条，都是决定衣服是否值得购买的关键因素。试穿后，若总有哪里说不上来的不舒服，多半就是细节出了问题。尤其是平价单品，最容易在这方面出现短板，走线不齐，接缝生硬，材质粗糙，都可能影响穿着体验与外观效果。这时就算价格再诱人，也建议放手，避开廉价感过重的材质与装饰，是对自己气质最基本的尊重。技巧5，不为折扣而盲目消费，节省凑单。促销季固然诱惑多，但理性的消费观念始终是穿搭进阶的基石。真正值得入手的单品，是那些即使原价也愿意购买的经典，而不是因为便宜才勉强拥有的将就。与其为了打折错过就可惜，而囤一堆无法驾驭的衣服，不如认真规划自己的衣橱结构，把有限的预算花在真正需要且耐穿的单品上，打造个人风格，不在衣服多寡，而在穿搭的用心。选得准，穿得巧，搭得好，即便是最基础的平价单品，也能穿出令人眼前一亮的魅力。当衣服不再是堆栈，而是风格的延伸，穿衣打扮便会成为一种日常的美好修行。真正的好品味从来不是炫耀，而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得体与自然。2，搭配。选对款式，只是踏入会穿衣这条路的起点，等同于你刚刚拿到一张入场券。而真正决定穿搭品味高下的，往往不是单品本身，而是如何搭配，如何呈现。这正是穿搭中最见功力，也最值得花心思的一环。作为基本款的服饰，它们本身就不以抢眼或张扬取胜，设计简约，风格内敛，几乎没有太多主动表达的语言。但正因如此，若想穿出质感与风格，就更需要依赖2股力量来支撑。一是穿衣者本身的条件加持，这里说的不是要五官完美，身形无可挑剔，而是你是否有某一处特质，值得被放大与强化。例如，某个角度特别柔和的侧脸轮廓，自带亲和力的笑容与谈吐，身材比例佳，腿部线条漂亮，或是气场温和，举止优雅。哪怕你并不全占，但只要有其一，也能成为穿搭中的视觉焦点，让基本款为你锦上添花。
二是搭配力，平凡中创造亮点。搭配是基本款变得出彩的灵魂。一条简单的直筒裤，如果懂得与色彩呼应、材质混搭、比例调整，便能从普通变成精致。就像画家手中的画笔，画什么不重要，重点在于怎么画，如何运用笔触与光影，表达出风格、情绪与层次。懂得搭配的人，即使只靠最简单的白衬衫与牛仔裤，也能穿出专属自己的故事感。落到实操，有2个手法，3个关键。手法1：顺搭。顺搭的精髓在于顺着单品本身的风格特质去发挥，让整体造型在视觉与气质上达到一致与和谐。这种搭配方式追求的是风格的一致性与氛围感的延续。当所有元素方向一致，就能营造出凝练而鲜明的视觉印象。比如女人味的极致呈现，轻柔飘逸的连衣裙，搭配精致的尖头单鞋，金属色的时尚包包，每一处细节都彰显柔美与雅致。再以一抹闪亮的银色配饰提亮整体，画面感立即升级，轻松展现出温婉而高级的女人味。又如白色上衣与银花伞裙的默契呼应，柔和的色调与优雅的轮廓一拍即合，配上一双银色尖头鞋和小巧的手提包，不着痕迹地烘托出一位气质温和、神情安然的成熟女性形象。即使是同一件半裙，也能根据不同的搭配以出截然不同的风格。一条剪裁得体的 A 字裙，若搭配的是无袖衬衫与柔和配色，就可以演绎出日常的优雅与松弛。若换成休闲感更强的针织上衣，则呈现出知性与随性的兼容。风格的一致与延展，让穿搭不再单调，更具弹性与层次。顺搭的魅力在于让穿搭像是在诉说一个完整的故事，风格流畅，语境明确。手法2：逆搭混搭。顺搭的优势在于它的专一与深情，但同时也有缺点，单一，变化少，亮点不多，总有乏味无趣感，时尚爆发力不够强。因此逆搭又称混搭，即将各类风格与诉求融合，使得穿衣呈现多变化、时尚化、个性化。混搭的应用涉及太多，可淡、可浓、可适中，全看场景与诉求。想怎么穿就选相应的混搭，想表达怎样的时尚主张就选相应要素。对穿搭高手而言，最为兴致勃勃且最愿意投入尝试的就是各类混搭。但混搭不是乱搭，它自有它的一套规则与章法，合则美，为则乱。如何能吃透？会运用1靠悟性，2靠练习。不同长相、不同身材、不同气质、不同场景、不同诉求，全凭混搭来穿针引线。休闲里的精致，中性里的女人味，优雅里的帅气，乖巧里的不羁，酷感里的柔情，青春的老成，成熟的减龄。所有时尚穿衣都因混搭而一举成名。混搭还有一个好处，化不合适为合适，选错了款，穿错了衣，都可借助混搭来调整。归根结底，穿衣不好看，不在衣，而在人，在搭配，在调和。训练混搭力，就可以一衣多穿，风格百变，造型丰富，从而实现穿衣自由。关键1：调风格。一套搭配好不好看，关键在于一点，有没有风格。不管服饰也好，人物也罢，只要能描画出风格，就差不到哪儿去。所以最终的调风格尤为重要。调风格在于最终风格的统一，不凌乱，不拼凑，有一定秩序感。虽有混搭元素的碰撞与对比，但整体仍保持和谐。特别大相径庭的风格
更要调和，基本款风格相对单一，调和起来并没那么难，把握一定的共性关联，就能轻松搭配出一套好看又时尚的穿搭。至于如何去寻找、去把握共性，是对服饰风格斟酌、拿捏、权衡的结果。开始时可小面积混搭起步，从鞋包、配饰小屋做起，慢慢熟练后，就可尝试大面积或不同风格的元素混搭，乃至于到了最后，风马牛不相及的单品，依然能搭配出一幅和谐造型图。关键二，重配饰。在基础款的穿搭中，若想穿出层次与个性，真正的点睛之笔往往来自配饰的加持。服装本身可以简约克制，但配饰却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关注与巧思。配饰的范畴极广，几乎涵盖了服装之外所有的穿搭细节。如果以实用与装饰程度来区分，不妨从3个层次理解。上层如鞋子与包包，是造型的基础支撑；中层如耳环、项链、丝巾、腰带，负责调节比例与提升质感；下层如眼镜、发夹、墨镜等小物件，则赋予穿搭更多性格与趣味。这些配饰看似微小，却有着不可小觑的视觉力与风格延展力，往往在不经意之间打破造型的单一，为整体注入一丝灵动与惊喜。例如，一条丝巾随意系于腰间，便能为素雅的造型带来一抹灵气，既有层次感，又不失轻盈的时尚氛围。一副别致的墨镜或设计感十足的耳饰，也能悄然提升整体质感，让平淡的穿搭在细节中悄然生花。关键3，看细节，细微之处往往藏着真正的功夫。过去对这句话并无太深体会，直到真正投入穿搭的世界，才惊觉细节为王绝非虚言。一套穿搭的高级感与完成度，往往不取决于单一的服饰本身，而是潜藏于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安排中。细节之于穿搭，如同画龙之点睛，它能让一套本平凡的造型顿生光彩，也能在疏忽之处使原本用心的搭配显得遗憾。它既是风格的延伸，也是气质的外显，是继服装基调与配饰选择之后，真正决定整体质感的临门一脚。这些细节涵盖的不仅是衣物本身，也包括与穿着者之间的和谐关系、穿着方式、姿态气场，乃至脸部表情，都能构成穿搭语境的一部分。当一个人的神态、仪容与服装彼此契合，那种自然流露出的舒展与自信，便是细节的极致呈现。例如，一顶风格合一的帽子，一双设计感出众的鞋履，或是一款带有巧思的印花手袋，都可能成为打动人心的亮点。再或者，不过是一种轻松的站姿，一个温柔的微笑，也能让整体造型显得从容不迫，别具一格。3. 今年必入无印良品和优衣库基础款，白衬衫加卡其中裤简约利落，无袖亚麻套装自带松弛感，还有刺绣白衬衫配牛仔短裤，每年穿都不腻。当然也有踩雷，像条纹 T 配的阔腿裤就太普通，但整体性价比拉满，打工人通勤选这些，舒服又体面，618闭眼入不亏。3. 50家中老年夏日穿搭万能公式，6件基础款搞定整个夏天。中年女人的诉求很简单，希望穿着简单有气质，但也必须是日常舒适，能和闺蜜逛街，也能出门遛弯。其实日系简约风非常适合中老年，简约有质感，舒适感很高，衣服也都是基础款，好穿好买。日系风格的穿搭不强调腰线，不追求显高，
主打舒适干净，清清爽爽。喜欢这个风格的跟着我往下看。这样的风格需要哪些衣服呢？又该怎么选呢？上装2件搞定。有筋骨的短袖 T 恤和衬衫，有筋骨的短袖 T 恤。中老年不适合非常软也没什么垂顺感的衣服，非常暴露身材缺点。一般布料很软，穿上身不管多大，全贴在身上，软塌塌的，就是没筋骨的短袖。有筋骨的短袖一般稍微厚实一丢丢，布料略显硬挺，穿上身线条更利落。下图左边的布料太软太透，其实衣服大小并不小，但是显得人很不精神，邋里邋遢。右边的看起来就精神很多，其实是布料稍微厚点有筋骨的原因。版型选择略微宽松的版型，原则是不贴身，能看到衣服本身的线条，人不会被衣服淹没为基准。左边就是太小了，身上的肉肉露出来了，不显质感。右边就好很多。颜色怎么选？原则是简约，有卡通图案等等不可以，无点缀或者有字母点缀的都很好。衬衫，夏天选择短袖衬衫，圆领、西装领、标准领都可以。面料优先选择棉麻，更凉快。颜色选择适合自己的，长度在臀部上方一点最好，不会压身高下装同样2件。直筒或者萝卜9分裤加 A 字半身裙，直筒9分裤。中老年的皮肉都比年轻的时候松一点，那衣服的选择可以往显利落方向选。裤子长度差不多在脚踝附近就可以，裤子的宽度注意在阔腿裤和紧身裤之间，版型利落即可。超宽阔腿裤会显得拖沓，紧身裤暴露身材缺点。9分的长度露出脚踝，显得人利落高挑。裤子的版型直筒或者萝卜裤都可以，颜色卡其、牛仔蓝、蓝色、白色这些基础色都可以。A 字半身裙，中老年腰腹部的肉相对较多， A 字本身裙最藏肉，也最百搭的。长度和裤子一样，脚踝附近最好，利落显高。而且其实中老年还蛮怕吹风的，怕凉的。长裙在空调房也完美解决这个问题。颜色灰色、白色、卡其色最百搭。不推荐黑色，是因为黑色夏天看起来有点闷。帆布鞋、勃肯凉拖或者乐福鞋，这3选帆布鞋是必须的，各种场合都合适。乐福和勃肯凉拖看大家喜欢。从百搭的角度，帆布鞋选择白色，勃肯选择沙色，乐福选择黑色或者棕色。这些衣服上装下装鞋子随便组合，都蛮好看的，干净清爽。好了，今天的系列干货之平价单品篇分享完毕，期待对你有一点点小启发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